这个男人真的把狠字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此人名叫袁烈，依靠各种天然毒物侵蚀自己身体，修炼五毒邪功。战斗的时候，通过内功从手中释放毒素。为了变强，不择手段。他全身上下都是乌金软甲，并非穿戴在身上，而是一寸寸的镶嵌在皮肤里的。甲不离身，刀枪不入，普通武器无法损伤分毫。为什么袁烈会对自己如此狠毒？多年以前，袁烈的父亲就是修炼五毒邪功走火入魔，屠杀了很多正道人士。一代武林高手苏万坤代表正义了结了袁烈的父亲，出于怜悯之心，袁烈和他妹妹袁英都被苏万坤收养，和苏万坤的儿子苏灿一起长大。袁烈却对苏家恨之入骨，但是少时小英和苏灿就情投意合，长大便成为了一家。还有一个爱情的结晶小峰，苏灿对袁烈也情同手足。由于身处武术世家，多年后的苏灿成为军队统领，奉命带领着自己义兄袁烈和马清风拯救贝勒爷。苏灿杀敌勇猛，一人斩杀对方老大，不仅成功拯救贝勒爷，还让袁烈带着贝勒爷先行撤退，自己留在军队最后掩护。此次战斗过后，苏灿深受贝勒爷器重，直接被册封为湖北提督。但是苏灿想要推举自己的义兄袁烈担任，贝勒爷也深知袁烈做事不计后果，绝对不可能胜任。古代的提督官衔有多大呢？提督为武职官名，相当于现在各省军区司令。提督官阶是从一品，统领一省的绿营兵，称得上是封疆大吏。而贝勒爷和苏灿的对话被屋外的袁烈听到，当晚众人进行庆功宴，但是袁烈并未参加。苏灿深知袁烈内心，我已经向贝勒爷推荐，由你去当这个提督，并将扬名立万的机会给了袁烈，自己决定回家开个武馆，陪着妻儿过平淡日子。但是袁烈嫉妒和仇恨并未消除，袁烈一直记恨苏灿和他父亲。数年过后，在军营中有所成就的袁烈，借着给义父祝寿，带领军队到来。苏万坤一眼看出来对方的来意，随即带他去了一旁。只见苏万坤被袁烈一掌打飞，最后一招锁喉毙命。府中的下人也抓紧去了武馆通知苏灿。得知父亲被杀，苏灿冲回家中，发现院子横尸遍野，突然几个暗箭袭来，原来这里还有埋伏。苏灿拿出祖传的宝刀和女杀手展开搏斗，此时爱跳操的刘畊宏也出来了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刀刀刺向要害。即使这样，两人也在苏灿身上吃了亏，于是驾马逃去。苏灿一路追随，最后到了黄河边上，而袁烈也是在这里等候多时。苏灿提刀向袁烈劈去，身中数刀的袁烈竟然毫发无伤，只见苏灿一刀刺去，直接刺中要害，但是袁烈有乌金软甲护身，直接刀枪不入。袁烈双手交错，掰断了苏灿的钢刀。袁烈更是发动了自己的五毒邪功，几招下来，袁烈抓住苏灿的破绽，通过手臂直接将毒素传给苏灿。苏灿被毒倒在地，被袁烈直接丢去湍急的黄河之中。小英十分悲伤，跟着一起跳入黄河之中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两人被悬浮的树桩拯救。小英用自制的托架带着苏灿行走在陡峭的赤壁上的时候，小英终于支撑不住了，眼见托架马上掉入悬崖。此时一个神秘女子将其救下，神秘女子叫于大姐，常年隐居深山，精通各种医术，并采摘百草试毒，不仅帮苏灿排除体内的毒素，还给小英住处。苏灿发现自己连饭都端不起来，想要拯救的儿子的苏灿开始自暴自弃，整日借酒消愁，浑浑噩噩。两人在山上已经度过1年了，苏灿内心已经没有任何希望，甚至毒蛇趴在身上也无动于衷。但是妻子小英的行为唤醒了苏灿，你一直是我们家的希望，我一直在等你清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激起了苏灿的斗志，奋发图强，开始练武的苏灿发现2个世外高人，一路跟随到世外仙境。复仇心切的苏灿想要拜2位为师，却被2人一眼看出目的，并让他战胜这个长相酷似周董的武神，便可以给他传授功夫。2人随即开始一番争斗，苏灿笨拙的攻势在武神面前犹如放慢了半拍，没几招便败下阵来。苏灿从此每日都去找武神对战，但是每次都是负伤过来。小英虽然心痛，但是为苏灿的振作感到开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于大姐归来，检查苏灿的气息，发现他已经走火入魔，奉劝小英要阻止苏灿练功。但是小英一直信任丈夫，每天看到苏灿神情兴奋的练功。可是小英说出苏灿和高人对决的时候，于大姐说道：“这山中一共就我们3个人。”小英依然坚信地说武神和白须翁是隐士高人。于大姐反问小英亲眼见过吗？第2天，小英越想越不对劲，跟随丈夫找到了所谓的世外仙境，发现苏灿正在自言自语伤害自己。次日又找武神切磋，终于战胜武神，
并且意识这是自己心魔，一拳打碎了幻境。等回到家中，发现小樱已经独自去拯救儿子。袁烈练就邪功已经丧失人性，用脚链锁住小峰。得知苏灿进入城门，竟然让人把自己的亲妹妹埋起来。可是万一你爹把我杀了，我一定要带着你娘一起走。苏灿实力大增，刘畊宏上前劝导是否跳操，却被苏灿刀气所伤。两人再度联合，这一次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直接丧命于苏灿手中。现在只剩下袁烈了。苏灿手持大刀劈砍下来，将儿子的脚链砍断，然后两人赤手空拳开始打斗。从店内打到练功房，两人势均力敌，难分伯仲。袁烈已经使用自己的五毒邪功，但是苏灿也是今非昔比，接连对袁烈重创。尽管袁烈有乌金软甲，但是苏灿全进也不能小觑。最后手用铁链包裹，然后对拳，苏灿持续攻击。袁烈也早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直接被苏灿卸下软甲，最后被苏灿一拳打死。随后小峰哭着让袁烈醒来，他把娘给埋了，除了没人知道娘在哪里。两人抛出屋外，一名没有死透的小弟说出埋葬地。等到两人赶到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小樱因为在铁河缺氧死亡。小樱走后，苏灿内心中的支撑倒下了，从此浑浑噩噩，酗酒成性，带着儿子一起乞讨维持生活。这一天，苏灿顺着酒香进入客栈，拿起瓶酒喝了起来。老板娘把他看作乞丐，驱赶苏灿，但他们哪里是苏灿对手？就在这时，楼上的男人叫他喝酒。这个男人像极了武神，可是苏灿怎么也拿不到酒瓶。两人对招数次，那男人醉拳展现出来。苏灿修行多年，自然心领神会，并且领悟到醉拳的精髓。等苏灿醒过神，发现对方已经了无踪迹了。此时老板娘叫来的帮手是民团教头马清风。马清风自然认出来自己当年出生入死的大哥，看到昔日的大哥沦落至此，痛心不已，想要唤醒大哥重新振作。苏灿只求把小峰带走，小峰却是非常懂事儿。他是风，是傻，也是我爹，我们父子俩是永远不会分开的。半夜睡醒的苏灿看到睡在身边的小峰，并且看到那封信，感到深深的愧疚。当时的晚清名存实亡，各个国家的外国人开办竞技场，大发横财，许多中国人都被活活打死。马清风为了让他们关闭竞技场，才答应参加竞技。第二天，苏灿父子前来助阵，马清风挑战的对手是大力士，身材魁梧，力大无穷。马清风几招便败下阵来，小峰上前阻止，却被对方举起，正要下杀手的时候，苏灿听到了儿子的呼救，一拳将其打死。外国佬见情况不对，将剩下的选手全部上场。苏灿使用醉拳借力打力，便将众人打倒在地。但是大力士皮糙肉厚，苏灿用醉拳以柔克刚，台下的过人纷纷叫好。看到情况不妙，数名对手只剩下一人，外国佬给大力士注射了兴奋剂，大力士短暂失去痛觉，再次凭借毅力战斗数个回合，快速跳到对方身上，猛烈捶打太阳穴，最后两人一起倒地。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下，在儿子的喊叫下，最终站了起来，赢下了比赛，自己也重新振作起来，带着儿子浪迹天涯。这部电影最后插入张杰和外国人打斗，有借鉴霍元甲的嫌疑，而且整个故事线前往拯救贝勒爷任命提督，到后面突然外国人存在矛盾，但是影片在动作场面上绝对有保障，每个动作桥段都可以找出眼前一亮的动作设计，弥补了情节上的不足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